武道又是挨打又是找揍，为的就是阻止阿坚死亡，让未来的东莞首领不至于失去良心黑化。结果自己瞎忙活半天，一回头，好家伙，阿坚就直挺挺倒在血泊里，罪魁祸首青将早就功成身退了。武道到最后还是没改变历史，跪在阿坚身边就是一阵哀嚎。那啥，你就真的不打算再抢救一下吗？打得正爽的 Miki 听到动静一回头，心脏差点吓停了，但围殴他的人实在太多，再加上半坚又来横插一脚， Miki 根本无法抽身，只好拜托武道抢救一下阿坚。看着两个脱血的猛男在那互殴，武道终于想起来这个世界上有医院这种好东西，但是阿坚实在太重，武道这小弱鸡身子走两步就累瘫了。日向和艾玛也跑了上来，陪他们一起等救护车。但是今天是基点，又碰上下雨，救护车堵在路上了。要命的是，青将居然带人堵在了巷子口。面对可怕的青将，武道再次起了退缩之心。他还是无法面对这个带给他无尽噩梦的大块头。肚子还在往外飙血的阿坚站都站不起来，还在让武道带着两个女孩子快跑。武道感到了羞耻，遍体鳞伤的阿坚还在想着战斗，他一直逃避，直到失去一切。难道还要逃第二次吗？武道大吼一声，坚定地走向青将。他不会再逃避了，这是他人生的复仇之战。那场赌架单挑，他们还没分出胜负呢。见此，阿坚和艾玛日向这边直接上意开赌，他们都坚信武道一定会赢。武道挥拳朝着青将冲去，但青将根本不想跟他讲武德，直接挥刀刺穿了武道的手掌。武道痛苦的大叫出声，手上鲜血直流。青将已经杀红了眼，不管是阿坚还是武道，他都要杀。武道强忍疼痛拔出了刀子，再次冲向青将。他曾经的梦想是作为不良制霸全国，但梦想立刻就毁在了青将的手里。他一直认为是青将毁了他的一生，但其实不是，他的人生烂成这样全都是自己的错，是他太软弱了，经历了一次失败就再也没爬起来。这次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再退缩了，即使被一次次打飞，武道还是爬起来紧紧抱住青将，对着青将的腰腹狠狠一口，不管青将怎么打都没有松开。趁着青将自乱阵脚，武道灵活的绕后，一把锁喉。他永远也成不了 Miki， 他就是他自己。武道大吼一声，将所有力气灌注到手臂上，重来的人生，这次他绝不放弃。青将挣扎不开，被勒得直翻白眼，倒在地上。这场战斗是他赢了。武道畅快地躺在地上大笑出声。但是一切还没结束，青将的那群手下个个人高马大，都想置他们于死地。武道让日向带着艾玛快逃，自己和阿坚顶上。他知道任务无法完成了，就连自己都会折在这里。但是战胜了折磨他半辈子的梦魇，武道已经没有遗憾了。强弩之末的两人打算拼死一战。就在此时，阿敦突然出现，一拳打飞了领头混混手里的刀。武道绝非一人在战斗，好基友们来救场了。就算他们都是一群弱鸡，只有被动挨打的份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放弃，哪怕挨打也要把人拖住。他们的身后是武道，这是他们绝对不能退缩的理由。救护车声响起，混混们落荒而逃。重伤的阿坚总算是能被送往医院抢救。停车场大战这边，除了东莞的各个队长，能喘气的都躺了。Miki 面对半坚的纠缠，气息都没乱过。马后炮警察正在赶来的路上，半坚也不打了，骑车开溜。他告诉 Miki， 不久之后，更厉害的帮派巴流霸罗即将诞生，他就是霸罗帮的第一代副首领。今后东莞也别想安稳了。战斗结束 ，Miki 骑上摩托车赶往医院，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在救护车上，阿坚的心跳就已经停止了。好不容易到了医院，阿坚被推进手术室抢救，所有人都是愁云惨淡，心里只剩绝望。只有 Miki 坚信阿坚一定会平安脱险，他可是和自己约定了要一起制霸全国的。在 Miki 的鼓励下，大家的情绪逐渐稳定。手术结束，阿坚万幸捡回一条命，但是阿呸却没脸再去见大家了。三谷知道阿呸是为了阿帕在做傻事，但是他也希望阿呸明白，最为阿帕着想的其实是阿坚。在阿帕进去之后，阿坚每天都会陪着他的父母去探视。虽然知道非亲属是无法见面的，但是阿坚还是默默地守在门外。能为阿帕做到这种地步，阿呸愧疚的泪流满面。阿坚成功脱险，聚集在医院外的不良也欢呼着散去。不知不觉一天都过去了，大家收拾收拾准备回家的时候，已经是4号凌晨。武道终于打破了阿坚会在3号死去的事实，成功改变了历史。武道长出一口气，却突然发现 Miki 不见了。武道找了半天，才在医院的角落发现了靠墙倒下的 Miki， 那个带着温柔笑容安慰大家的首领，现在却是泪流满面。其实他才是最害怕失去阿坚的人。但是他是首领，是大家的主心骨，绝对不可以软弱。1周之后，在3号斗争中救下阿坚的武道成了自己镇上不良少年的红人，3人成虎，大家都在传是武道镇压了东莞的斗争。武道也得意忘形，被医院里康复的差不多的阿坚狠狠打击了一顿。
不过这也只是朋友之间的玩笑。阿坚非常感激武道救了自己 ，Miki 甚至将自己初代总长的特工服送给了武道，这是东万最重要的宝物。武道不仅是阿坚的恩人，更是整个东万的恩人。接受了阿坚的道谢之后，武道在屋顶找到了 Miki。Miki 的心里其实有很多疑惑：半坚为什么要策划东万内斗？青将为什么要刺杀阿坚？最让他疑惑的是，武道为什么能提前察觉这一切？武道当然不能说，好在 Miki 也没有深究，拼上性命保护东万的同伴，他没有资格去怀疑 Miki、阿坚、阿敦、武道都成功救下了。他回到过去的任务顺利完成，也该回去了。武道最后一次去见了日向，送给他四叶草项链之后，武道和知人握手回到了现代。一睁眼，武道居然出现在打工的店里，他不是早就应该被炒了才对吗？武道连忙查阅手机，但既没有日向死亡的报道，也没有知人的电话号码。正当武道认为经历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一场梦时，他看见了自己手上的伤疤，这是在送阿坚去医院的时候被青将刺伤的，证明了这一切不是一场梦。突然手机里弹出了一条去理发店的代办消息，而理发店的人正是阿敦。他现在正在这家店当助理，但是从下个月开始，他就正式负责理发了。当初武道和他约定做他第一个客人的事，他还记得。武道喜极而泣，阿敦没有死，他真的改变历史了。一通陌生电话打来，电话那头的正是直人。同时直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他要带武道去见日向。坐在直人的车上，武道紧张的手足无措。直人查过新闻，武道改变历史之后，导致日向死亡的那次车祸根本没有发生，日向还好好的活着。但是现实里，两人已经分手12年了。武道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面目去见日向，都走到日向家门口了，武道却起了退缩之意。说到底，他们也只是12年没见的陌生人。日向也根本不知道是自己救了他，说着就转身离开。但有些人是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的，即使一再躲避，他还是会出现在你面前。武道失落的下楼准备离开，却正好在门口撞上了回家的日向。在看到日向的瞬间，12年前的回忆涌上心头，日向的样子和眼前人逐渐融合，那个女孩的眼神从未改变。武道瞬间泪流满面，你还活着，真是太好了。两人扭扭捏捏直害羞，知人一脸晦气，提出带他们去兜兜风，结果气氛和刚才没什么两样。武道发现日向还带着自己送他的项链，顿时心花怒放，他对我还有意思。正好知人被上司叫走，再也不用陪小情侣吃狗粮了。这下换日向开车带着武道兜风，两人来到了一处公园散步。日向告诉武道，12年前的圣诞夜，武道在这里对他提出了分手。武道懵了，12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居然会和日向分手，而日向明显还喜欢着他。武道跑到卫生间洗脸清醒，他鼓起勇气打算和日向告白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然而刚出厕所门，他就遇到了12年后的半坚。半坚看见武道也有些惊讶，莫名其妙留下一句你怎么不在车上后扫兴离开。武道通过他手上的刺青认出了半坚的身份，瞬间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武道转身朝着停车场跑去，临走前他让日向先回车上了，然而还是太迟了。就在他赶到的前一秒，一辆货车呼啸而来，直直撞向车里的日向。武道发了疯一样赶过去，却惊悚地发现开车撞人的居然是阿敦。武道不明白，未来已经改变了，阿敦为什么还要杀他和日向？奄奄一息的阿敦说着和之前一样的话，他依旧是嬉笑的走狗，救救大家吧，爱哭鬼英雄。裸露的电线点燃了外室的汽油，爆炸掀翻了武道，阿敦已经葬身火海。武道拼命想要救出日向，但日向下半身紧紧卡在车里，根本动弹不得。武道紧紧抱住了日向，对他告白，但是为时已晚。日向一把推开要和他殉情的武道，微笑的淹没在爆炸之中。看着爱人在眼前丧生，武道发誓，不管多少次，他都会去尝试，直到抵达能拯救日向的未来。他要成为东万的首领。